大家好，Justin 教授又来了。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台湾人是不是很抠？哈，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怎么敢讲这种的话？我为什么会讲到台湾人很抠的原因呢？是因为最近的一个经验。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房东的责任是不是把坏掉的冷气修一修？我先解释，其实我住在我自己的公寓，我没有房东，而且大部分我经历过的房东都是人非常的好。可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跟我个朋友遇到一个挫折的感觉。有一个南非的阿姨因为生病的关系回国了，我们是在帮她处理她原本的公寓。她住在那个公寓13年，很规律的、很规矩的交她的那个房租。因为她太严重，她无法回到台湾了，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帮这个阿姨整理她的公寓。那整理完公寓之后呢，房东是过来看。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啊，以我的立场，你的房客一定是要把房子回归它原来的状况。可是你已经住在那边13年，所以少多少一定会有一些损害。首先，他这个房东是说，原本有个电视跟一个冰箱，然后他要他们把这个原本的电视跟冰箱装回去。可是这个阿姨跟她的女儿说，原本根本没有电视，是否有冰箱？可能有冰箱，但是电视没有。在这个人家就是说有电视，然后还是走来走去开那个冷气，开冷气完之后呢，他说这个冷气打不开啊，这个就可能要来扣钱从押金。我个人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傻眼了。Actually 我不是当场在那边，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解释。所以那一天他解释完之后，我说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不太会讲中文，目前还在学习中。那我就说好了，我朋友回去，然后他直接开 Line 请我跟那个房东聊天。一开始跟那个房东聊天我就说嘿先生你好那个房东的态度就什么事？第一，我听到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觉得自己有钱还是怎么样，所以态度可以吧。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妈教我们都要对每一个人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我相信在台湾我们都有尊敬长辈的一个概念，加上孝顺。可是以我的眼光你要我尊敬你是要互相的。我会第一次跟你见面，我一定会用一个尊敬的态度。可是如果你的态度是吧，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如果那个态度太吧的话，我所讲的邻居是我们那个大的邻居不是我这里的邻居你太吧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对你有尊敬的态度？因为你这是会欺负我们。这个是我发现在台湾，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太有礼貌，我们礼貌的是有点过度就像你去那个餐厅一样服务生过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不好意思。我的太太的妹说你那么不好意思，你还好意思活着所以我们在台湾真的太礼貌了。我自己也是有点吸收这个方式就其实在国外也是用很礼貌的方式跟人家对待。可是现在毕竟开始有一点年纪嘛不是说太有年纪，但是有一点年纪。我太太很不喜欢我讲关于年纪的事情，没关系。而且我跟你讲他今天看这个影片一定是不爽，因为他不会想要听到我等一下会讲的话。反正呢，我告诉你们，那个房东他态度有点吧。我说你好，那请问我的朋友是说你们原本那边有冰箱跟电视，你要收钱。那我跟他说那OK， 可是听说冷气坏掉了，你要我们赔偿。我说我住在台湾快30年，我没有一次有任何的房东跟我讲过冷气是房客要处理。冷气本来就是坏掉，这是房东的责任。因为那个东西你不是搬来搬去，我们不是把冷气摔在地上，它不是一个玩具嘛，也不是一个气球或者什么的，它就是摆在那一边开跟关，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就跟他说那请问这个通常我的经验是不用房客来讲这个，说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人离开了，然后就没有跟我说是坏掉了，然后就是更坏掉。我不知道怎么叫做更坏掉，我知道东西可以生锈，可是这个听起来不有道理。我就跟他说那你这样子要收多少钱？他说要看这个人进来估价。我说先生，我觉得这样不太对的就跟我说你听起来像打电话是要教训我。我说对，我就是要教训你，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没有道德。
好，我讲这一句话，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你怎么可以跟一个长辈这样子讲话？刚提到的那个 team 就是台湾人是不是很抠？当然不是，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就是非常的善良。可是有的人，尤其是有钱的人，我不排挤有钱的人，我们也是有认识很多有钱的人是好的人。有一些有钱的人，他越有钱越小气。我跟他说，那房东，请问啊，你原本的那个契约里面有提到说冷气坏掉是房客要修吗？他说，我这里这一栋好几栋啊，都是一直是这样子，你可以问那个管理室。奇怪，我没有时间去问管理室那个东西，我是在帮忙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当时是可以什么都不要做，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应该要去处理。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很可怜，他连续2个礼拜。每天去那个公寓去处理6个小时啊！其实那个阿姨，那个老阿姨，她已经在南非过世啊，所以她也无法回到台湾。所以我们在帮她，就是处理这个东西，因为就觉得能够帮她把一些钱拿回来，寄回去给她的女儿，在那边跟儿子是一件好事。可是这个房东居然他还要扣冷气的钱。我觉得傻眼。我跟你们讲，我跟他讨论了大概57分钟。我跟他说，先生，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位已经过世。他就是哦，其实他明明是知道，你那边已经有好几栋公寓。他说他大概70几岁啊，好了，他70几岁啊，有的那个70几岁的那个反应会稍微迟钝一点，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很喜欢年纪大的人，我从头到尾在台湾，我的师傅们都是年纪大。我不是排挤年纪大的人，我们就该尊敬他们，他们有很多的生活的经验。可是如果你的生活的经验没有导致你真的心灵的发展，那你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啊。以后我会开一个课，关于心灵发展跟如何得到真正的快乐，你们最近可以注意看哦。这个会有一个系列，大概会开个152的课，免费放在 YouTube 给大家看。这个我觉得会很有趣，因为毕竟我是教授，有时候我在拍这些 YouTube 影片，我觉得我都是在讲一些杠咬的话，好玩的话，当然我们就觉得有趣嘛，好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些内容，所以我以后也会拍这个东西啊。你们就不喜欢看比较严肃的东西，可是依我的个性，你们会知道我的严肃，我的 serious 的东西会对你们很有帮助。我不要听起来像是头很大这样子，有点骄傲。但是我的学生很喜欢上我这种的课，那我就会把它压缩。Anyway， 回到重点吧，有点离题。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听起来好像你是在教训。我说对，因为我是教授。他就傻眼，他就愣住。我朋友说，他那时候他眼睛就脱汤了。我说阿贝，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方式。你说有电视跟冰箱好了，我请问一下，你那时候的电视是怎么样的电视？他说那种液晶的。我说真的啊，你13年以前你都放液晶的电视在公寓里面吗？所有的公寓都有吗？他就我有点中听了，听不到。我不太相信他那时候有放电视。我说 OK， 那你给你吃掉了嘛？那个押金大概18000了，17500块。他扣一扣东扣西啊，到最后可能拿回来个7000多块啊，就算了啊。后来我跟那个房东说，房东我可能听起来比较激动，我没有要攻击你或是对你不礼貌，但是你真的有那么缺这个一点点的钱吗？我真的问他说，你有缺那个500块吗？你有那么穷吗？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礼貌啊，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要让人家去欺负我们，不管是谁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想要欺负我们。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没有，看我们的邻居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面对我们用几千个那个炸弹干什么？为了什么？这样是好事吗？以后我很多东西想要干掉，以后我惨了，我都不能去找我们的邻居。我记得我们也是很喜欢有一些朋友在邻居那边也人很不错，但是有一些政策很不喜欢。OK， 我又离题了。在台湾有这些有钱或者很抠的人，你们就好好的想一下，你未来想要人是怎么看你。我个人是觉得要愿意去捐钱去帮忙，在一些好的事情，这是当你哪一天要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往回看说，我至少有做一些好事啊，我不用只是说我只是为了钱生活。谁是想要为了钱生活？这样子过日子很不舒服。我们应该要过的日子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带来更多的快乐在这个世界。当然还有一些修行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要讲。好，
今天我觉得我可能干掉的够多了啦。如果你们觉得房东该负责什么，更不负责什么，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其实我们想要看到大家对这个的看法。那如果你自己是房东，你是怎么对待你的房客？我过去的经验在台湾说实在好，我的房东好到一个不行点，真的是好到不行点。我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我产生好的因果。反正我很喜欢房东啊。现在幸好我才1年多了，我跟我的老婆我们买了这个公寓在这里，就很喜欢它，很舒服。那之前我是住公寓，在台湾哇，27年、28年，真的很久很久。当然我在国外还有自己的房子啊，但是那个就是给讲过你孝顺，你看呢，我都是买一个房子给我妈妈爸爸，我没有住在那一边，所以应该是为了自己觉得很骄傲，为了自己觉得很骄傲，哎呀，开玩笑，也不是完全开玩笑。今天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按个赞、订阅啊，要记得订阅。我发现80%以上的人在看我的影片不是 subscriber， 不是订阅者，没有关系，不想订阅。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